去别人家玩时，老是觉得别人家的客厅看起来比较大吗？客厅是家的门面与颜值担当，尤其小坪数与中坪数，空间有限状况下，更需要透过一些技巧，让客厅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神奇放大。常听到人家说去客厅化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真的不要客厅了吗？不，是客厅可以有更多元、更开放的使用方式。快来看别人家的创意吧！看下去之前，记得订阅我们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近年电视诉求轻薄短小，颠覆以往庞大又沉重的印象。可轻松移动、新颖造型，让电视成为新一代的居家美学，受到许多年轻人的青睐。也有许多可移动电视架，电视高度、俯仰角和左右都可自行调整或旋转，满足各种需求。提醒大家，虽然电视可随心所欲的移动，但由于观看电视与眼睛的健康及舒适度有关。一般来说，沙发到电视墙的距离最少需保留150公分以上。换算最佳观看距离的方式，以往是先把电视几寸换算成公分之后，再乘以2.5倍。如果买到46寸到50寸的电视，最好需保持3到4米的距离。把电视挂起来也可节省许多空间，美观又不突兀，也能避免电视放柜子上小孩碰撞或地震掉落砸伤的危险。由于壁挂架要钻孔锁在承重墙上，需注意承重墙面的材质及承重重量，以及壁挂架规格表上面注明的承重力，避免打孔上螺丝后发生松脱碎裂产生危险。壁挂架可分为固定型和手臂型。固定型的壁挂架是一般居家最常见的，施工时架子钻在墙上及锁在电视上，大部分的墙面也都适用，例如砖墙、水泥墙、木板墙、大理石墙、文化石墙皆可。施工前仍需先确认。客厅、餐厅、厨房开放通透的空间，选择旋转式电视就可以一物多用。360度零死角旋转电视，不同空间共享影音设备。在客厅活动后，回到房间也想看电视，只要轻轻一转，就可以躺在床上追剧了。旋转电视柱让一台电视变出多个观看角度，原本厚实的电视墙用柱体取代，减少墙体厚度及高度，空间自然放大，特别适合坪数不大的家庭使用。视觉穿越到后方，不受遮挡，可以饱览窗外景色。设计前要先思考动线，避免撞到。一般客厅配置会考虑沙发与主墙的比例约为3:4，视觉看起来较平衡。现在房价贵，空间小，客厅的空间有限，若把沙发变成双向或是可调整的沙发，生活不受限。开放式的公领域跳脱成套的沙发配置，改选用活动式家具多功能沙发，可以随形态调整。观影时可有椅背包覆，朋友来访聚会时可以变成双向式，坐、卧、躺随你开心。选择低靠背，可自由调整椅背位置的沙发，视线不受阻挡。摆脱传统 L 型沙发配置或是2+3人座沙发配置，不成套的沙发视觉上较不呆板，也不会占据太多空间。真的需要的话，可以一张长沙发搭配地上的蓝骨头，制造悠闲感，或是独立的设计单椅，凸显椅子的优雅线条。不仅释放空间，也可以将客厅打造成完美角落。以往客厅茶几有分为长方形、正方形、圆形等几何形状，分为大、中、小等尺寸。大型茶几的尺寸最宽的距离都会超过100公分起跳。试想，如果把茶几缩小、降低高度或是去除，也就直接让空间更为开阔了。去客厅化设计变化多元，依屋主需求而定，像是打造一座小亭当作放空角落。若是喜爱日本旅游，也可采用日式块木制成传统手工帐子门，区隔出合适空间。打开时可依屋主需求变成多功能和室房，与一般洋式设计不同。多功能和室以玻璃拉门分而不隔，装潢调性一致，整个客厅与多功能房串联，客厅无形中放大。或是铺设像豆腐软垫般的沙发，直接拼起来变成一张密合的大床。周末夜全家观影时，小孩如果看到睡着，还可直接睡在上面当卧房使用。
小孩的阅读习惯从小就培养起，舍去电视墙，改放童书收藏架，可以随手拿取喜爱的读物。角落也可以布置孩童最爱的小帐篷，寓教于乐，效果十足。孩子长大之后，自然也乐于看书，最放松的时刻是在一起安静的阅读。整合客厅与书房，窗边设置卧榻，好像阅览室一样，飘散浓厚的人文气息。需要远端工作的屋主，也可以结合多功能书房，摆放大型书桌 ，work from home 开会或办公也很轻松。现代社会孩子生得少，想好好陪伴孩子，也可将电视墙改造为舒适卧榻，结合柔和清新的色彩，也是孩子的秘密基地。没有常见的客厅及餐厅定义，不放置沙发，俨然像是居家超大的广场。孩子们热爱的露营都没问题。也可以吊个荡秋千，大人小孩都可以玩。铺设阶梯状架高木地板，混搭洞穴造型的隔间，不仅孩子可以玩跳房子，也带领大人回味童年时光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分享给你的亲友。锁定我们每周4更新，让我们一起过好生活。